今天是我穿越到兽市的第21天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只能又来到河边捕鱼了。只是我已经很努力在吃了，可还是很瘦，一点肉都没长的样子。不管了，先拿部落给的瘦肉当诱饵，再捕一点鱼。太好了，居然有3只小鱼！就是现在，抓到了！唉，好累啊，怎么每天都又累又饿的？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在这个兽市存活下去？大好年华的年纪就被车撞死了，然后我就进入了一种迷离的状态。睁开眼就到了一个山洞里，不知道是不是归西了。突然看到一个可怕的东西，它正朝我走来，我被吓得大气不敢喘。就是这个手拿一大块血肉朝我走来，人不人兽不兽的东西，大概是看我太可怜了，他把肉丢给了我。突然他手里窜出一团火焰，然后兽肉就这样被他烧起来了。我看着很是新奇，于是用手摸了一下，有痛觉啊！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穿越了。他用法术给我降温，又丑又蠢，可以吃了。但他居然骂我蠢。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洞穴。我看着他留下的肉，有点不知所措。刚穿越过来，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顿饱饭，先把吃剩的肉摆起来。想着想着，我肚子突然剧痛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脑袋一阵发晕，就这样我昏迷过去了。下一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一个炽热的怀抱紧箍着，随后身下传来撕裂般的剧痛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哭了整整1个晚上。第2天，我的脑海里多了一些前主的记忆。这具身体的名字也叫千夏，由于太瘦弱，在成人礼上没有兽夫看上他，再加上常年吃不饱，最后活活被饿死了。放心吧，我会连同你那份一起好好活下去。咦，那是什么？是板栗球，晚饭有着落了。这兽市吧，啥都大，鱼也大，这板栗球也大，这板栗也大。唉，饿得也太快了，今天终于能饱餐一顿了，可怎么吃啊？唉，没锅。20个老公养一个，这日子也太爽了吧！可惜我连一个都找不到。看那肉，好想吃。唉。这也太难了，看他们吃肉，我也好想吃啊！什么气息？是之前那个瘦弱的子性？这不可能，3个。他这么瘦弱，居然怀了3个，我得去看看。有粮食，没锅，生吃会死吧？算了，先去外面有水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虾什么的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石板拿回家当煎锅用。这么多人围着看什么呢？这谁呀？长得跟小李子一样帅气。你好，这是干啥？发生啥好事了？你是谁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
我叫千夏，平时我也不出来，身体不好，走不了太远的路，没见过我也正常，打扰到你不好意思。这是大家在庆祝，部落里刚刚诞生了一位7阶勇士，目前只有我们狮王部落有7阶勇士。珊瑚你好，我想问问，你们都是去哪里洗澡的呀？你不知道吗？你要去水边吗？刚好我也要去，一起吧。馈泽，快来，我们去水边。奎泽，你看他这么瘦，他也要去水边，你带他一程可以吗？走吧。我几乎都没在部落里见过你，你应该多出来走走的。万一就有兽看上你了呢？我太瘦了，没有兽会喜欢我的。如果有，成年礼那天就会有了。那就先养胖。我有5个兽夫，他们实力都很强，我让他们打猎的时候多打一份，到时候送到你家去。你别哭呀！你别哭，你别哭，我不送就是了。谢谢你，珊瑚，我自己能行。你管这叫水边？这是水边啊，周围部落用水都是在这里。快，我们去洗洗。天下好瘦小啊，他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怎么了，珊瑚？千夏，今晚到我家吃饭吧。我的兽夫猎到了一头老大的牛兽，我和几个兽夫也吃不完，你来一起吃饭呀？好呀，谢谢珊瑚，改天我给你拿点好东西吃。他自己都过成这样了，还要给我拿好东西。石板，石板，没有石板怎么做煎锅啊？你都抓到了，他真善良。这珊瑚怎么回事？怎么带着一个这么瘦弱的兽人？就是，还让他自己的兽夫带着，这兽夫也太惨了。珊瑚，你什么情况？你居然让别的雌性坐在你兽夫的背上！关你屁事！我不介意，我的伴侣也不介意，你一个外兽还介意上了，真好笑。哼，这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？瘦成这样，丑死了！哼，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不是住在部落末尾那个成年礼都没兽药的丑东西吗？珊瑚，你怎么跟这种……让你嘴贱！平时嫉妒我就算了，你敢说千夏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我去，这么生猛的吗？珊瑚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呦喂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都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千夏我罩他。要是让我知道谁敢欺负他，不管雄的雌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什么神仙姐妹？废物，连自己伴侣都护不住！齐娜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什么规矩你不懂？怪你伴侣，你还想被打是不是？冷静，你现在冲出去只会让事情更糟。放手！还好，晚饭有着落了。什么动静？副手，这个未央。酋长，部落门口有个兽人说要见你，他的气息好可怕。这样的强者，为什么会来我们部落？你们部落就是这么对待雌性的吗？他还
还是个怀孕的雌性，就让她吃刺刺受。什么情况？好舒服。这是什么法术？还能缓解饥饿？给我安排一个好的大的山洞，东西都给我准备好，然后让你们部落的巫医立刻过来。川儿，你负责去打扫安排山洞，然后马上把巫医请过来。遵命。这肉你留着吃，签下是吧？哼，谁稀罕你那些东西？有我在，什么样的猎物抓不到？把我说的安排好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怀孕了。我的怀了3个。孩子，你把你的孩子养得很好，他们很健康。要刻印吗？我可以给你们刻印哦。刻印是什么？兔子，有趣。这是他换的，也对，他是我老公，正常的。以往睡醒的时候会饿得肚子发痛，可是今天居然没有。难道是因为孩子他爹来了？千夏，你睡醒啦？饿不饿？锅里煮着肉呢。昨晚睡得好吗？肚子饿了吗？饿了。走，吃饭去！今天的肉可香了。我家伴侣做事比较直接。快吃快吃，这是你伴侣早上抓的，可补了。武姨特意交代让你多吃。迎风，把我那块白狐狸兽皮拿来。送给千夏。昨天你帮了我们那么多，又还怀着小崽崽，这一块兽皮不算什么。送我。谢谢珊瑚，玄奇帮我拿一下。我的雌性这么厉害？变魔脸，漫画身材，这兽夫长得倒是很帅啊。青夏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婆婆，快给他看看，突然流血了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激动。激动？肉这么好吃，我晚点再去抓。刚刚觉得你太好看了，情不自禁。来都来了，再诊诊脉吧。身子之前亏了，加上崽崽吸收大，药不能断，多吃吃饱，能量补上，自然就长肉了。好孩子，可千万别因为崽崽吸收母体能量就讨厌它们，被母兽讨厌，崽崽可能会畸形的。婆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讨厌崽崽的。他们是我的崽，我爱他们都来不及。对，就这2块，搬上来。迎风，用你的锋刃从这里切开，大概这么厚，里面掏空，边缘打磨光滑。
搞定。走，咱们再去附近转转，看有没有什么调料。啊！我去，小米辣长这么大！哇，生姜，西瓜大的生姜，有了这个，肉再也不腥了。千夏，这真的能吃吗？不仅能吃，还是让肉变好吃的宝贝。快，帮我把这2颗连根挖出来，我要试着种。冷水下锅，姜片丢2片进去，辣椒自己加啊，先少加点试试，很刺激的。有汤有汤！这叫刺辣，放少点就刚好，能提味。千夏，快来看，你伴侣学得好认真。认真做饭的男人有点帅啊。醒了，试试看，我刚学的。好吃，第1次做就很成功了。你喜欢就好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我是不是忘了件大事？我连我老公叫什么都不知道，怀了崽，连孩子爹名字都不知道。我叫玄启，9阶兽人，兽形施舍。这声音，上辈子叫舒音吧？真好听。我叫千夏。我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珊瑚不是一直签下的喊你吗？我可能真的意孕傻3年了。对不起。怎么啦？那天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天我与野兽在森林缠斗之后，闻了太多幽情花，找到了一处山洞，本想在山洞里静养一段时间，但是遇到了泥塘的山洞里。那是幽情花，香会催情。我闻了太多，别讨厌仔仔，我养得起你们。我没讨厌仔仔，他们是我的孩子，说不定是兽神看你可怜，才把我送来的呢。她就是天下那个寿慈，她居然怀了3胎，这繁衍力！早知道她这么能生，成年龄我就选她了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个圆圆的东西，我叫它石碗。它用整块石头磨出来，可以盛汤，也能盛肉，不用担心漏掉哪怕一滴汁水。以后吃东西用它。千夏回来了。哦，天下，他们都想要石锅，想学煮食物，都想要。想。等会儿叫上你们寿夫去水边叫。
我脸上有花。花？没有啊。那你看着我干嘛？我就是开心。他们之前瞧不起你，现在都来求你教。以后还有更多东西教你呢。夏，你看，他们把山都搬来了吧？这么多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收下。你怀着崽，多吃点。谢礼不能让你白教。这也太多了。车怎么放啊？洞里放不下。别担心，这里交给我。啊，他们都不见了。只是换了个地方，待会儿就能用上。你真有空间异能，还能操控时间。我有3个异能：冰、火、空间，还都是顶级的，所以你可以横着。两块大的，家里瘦多的有。别切太薄，容易烧穿。老公，把那棵树从这儿砍断。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大家来一下，我打算教大家做木碗，10碗太重了，方法都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我让玄奇他们示范一下。看，这样轻便多了。你们平时怎么喝水？半夜口渴怎么办？让寿夫去取啊，白天就来水边喝。是的，我也是这样。千夏有什么问题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们都很乐意为伴侣服务。你们寿夫是不是用叶子捧水回来的？你是捧着水走回来的。是我太慢了。辛苦你了，熊山。对不起。以前说你又丑又蠢，我错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不要伤感了。我跟你们说这些，是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有工具的便利性，以及希望你们能够肯定伴侣为你们做的付出。用一只漂，一次就能从河里舀起足够的水，省力又干净。你们要相信你们的伴侣爱你们，超过他们的生命，所以你们都要对自己的伴侣好一点哦。好了，大家情绪都收一收，以后对伴侣好点就行。现在我教你们制作储水工具，可不能再墨迹了。谢谢见笑。姐，帮我把这棵树砍下来，分成几段。做好了，这个用来装水的工具叫木桶，
这个盖子盖在上面，是防止小虫子或者灰尘落进去。不干净的水源可是会让兽生病的。这个呢叫木漂，药水用的。好了，这样就是一个干净的木桶了。大家都会了吧？会了就开始动手吧。等等，你们看好了树再砍哦，不要乱砍树木破坏森林。总之，得让他们知道森林不是取之不尽的。珊瑚，这种类活我来吧，我用风翼能一下就能装满。不要，我要自己来。这一飘一飘装满的感觉可有成就感了。千夏真的太聪明了。是不是累了？饿了吗？我饿了，我想吃碱肉。千夏肚子饿了，我先带她回去。林峰，那个盖子和木条，你替我拿一下。真是个好着急的兽。大家先用人形扛回去吧，这点重量不算什么。今天的收获真不错啊！也多亏你帮忙，才这么快回来。哪有？大家都出了力气嘛。嗨，回去得让长老看看我们的本事。小心，别把水洒了。放心，我拿得稳。青稞，今晚你陪我睡。熊山，今晚你也陪我睡。这不是青稞吗？那扛着这个大木头是干什么？怎么每个雄性肩上都扛了一个？不知道，等下问问。青稞，你这扛个大木头是做什么？这是水桶，里面装的是水，放家里方便用水的。水桶是什么？水桶就是装水的桶，用木头做的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我们要回家了。这算什么态度啊？他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扛着个大木头，又抱着个大石头的。不知道啊，我看丽丽家也有，朵莉家也有。走，我们问问去。这外面发生了什么？这么热闹。熊山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哎呦喂，韩川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不声不响的吓我一跳。熊山，你们扛着个大石头和大木头回来做什么？你好歹是个熊，这都给你吓到了。快，你先回答我。我看你们一群人都扛了一个大木头。这不是木头，是木桶，装水用的。以后口渴想喝水，就不用总跑到河边了，没水了再去把它装满就行。这个是石锅，猪肉熬汤甚至煎肉都用得上。这些木碗木勺拿来盛食物。猪肉汤怎么煮？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过猪肉汤喝。我们要么吃生的，要么就火烤。我也不知道，等下我们都去找千夏，千夏会教我们的。我先得洗洗，刚才回来的路上有鸟往里头拉了屎。你说千夏，这跟那个瘦得可怜的千夏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！这水桶、石锅还有木碗，都是他教我们做的。他还要教我们怎么用石锅呢。你这么好奇，等会儿跟着我过去看看，不就知道了？桶的水连猎物都洗不干净，洗澡还得去河边。哼，你个单身兽懂个屁！这嬷嬷说的牛肉怎么能这么香啊？上辈子的顶级牛排也比不上它的一口肥嫩，满嘴肉汁，幸福的眼睛都要迷没了。再来一口。你好像很喜欢吃这个兽的肉。对呀，这个肉又肥又嫩，非常美味。你喜欢吃就好。那我多抓点，你吃个够。有个这么体贴还会照顾人的老公，真是选对了。忽然觉得前面苦也不算白吃，果然有老公是好的啊！
可以顿顿吃饱饭了。大家都再等一等，千夏还怀着崽崽呢，这会儿肯定还在吃饭，身体重要。我先进去瞧瞧，等他吃好了，我再出来喊你们。百川，你的脸色倒是越来越淡漠了。我只是来看看情况。好，我上辈子可是大美女，受不了这鬼样，一定要长点肉回来。吃的咋样啦？吃饱没？好香。偷偷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今天我伴侣找到了奶果，这种果子的汁水白白的像奶水，酸酸甜甜的，雌性和崽子都馋死了。等晚点让他去多摘些给你送过来。奶果，白色的，口感酸酸甜甜的，怎么听起来像乳酸菌饮料啊？啊，珊瑚，谢了，你也快来尝尝，这牛肉简直一叫。我不吃了，我刚吃饱呢。外面大家都在眼巴巴等你的命令呢。等你吃爽了，我出去招招手，给他们全喊进来。你怎么比我还兴奋？开心的嘴都合不拢了。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觉得你厉害。看你把那群之前小看你的家伙收拾得服服帖帖，还得过来请教你的样子，我心里就超级爽。好好好，为了让你更爽，咱们马上开课。谢谢老公，我吃饱了。趁我休息的时候，麻烦你再切些生肉拿出来当教具，好不好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总这么喊我？罢了，既然是伴侣的要求，做什么都可以。来得巧，赶紧占个风水宝地，不然等会儿啥都看不见了。以后你们在家里把石锅像这样架在火堆上，火不要太旺，让它均匀的烧着底部，烟会慢慢从边缘冒出来，那就对了。记住，锅要稳，火要缓。接着是重头戏，这一碗里白色凝固的东西叫油脂，它是把瘦肉上最肥的那部分煎出来的，煎成这样能放很久。丢进热锅里，它会立刻化开。油脂可以让食物变香，更好吃。最关键的是，用了它煎肉，肉就不会粘在锅上铲不动。这就叫不粘锅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比平时直接烤肉香多了。我现在就想咬一口肉。千夏真的聪明，那白花花的肥肉，咱们以前都觉得腻，直接白送都没人吃。大火一定要控住，如果不掌握好火候，把肉煎老了，就很难搅得动。咬不动还费牙，不懂行的就先把火调小点。这个叫筷子，目前只是简易版，等回头玄奇做出一副精致漂亮的，各位雄性可以过来跟他取经。接着演示最后一道程序。流浪的时候总是觉得无所谓，现在才觉得，原来群居生活也能这样。不是生活，是因为遇到了他，一切才变得有意思。接下来将辣椒放入锅中。糟糕，可能过敏！你快出去，我山洞口的水桶里有清水，你先去喝点水洗个脸，顺便透透气。别担心，你的伴侣在这儿盯着学就行了。等下你不懂的，直接让他回家手把手教你。大家别乱，剩下的跟我看熟度。这盐多亏了珊瑚分享，煎肉必不可少。大家看，接下里的这个才是关键。这个红色的果实叫做辣椒，成为一种调味植物，能让肉的味道变得层次分明，还可以驱除我们平时讨厌的腥气。火候正好，一会儿就能闻到它的馨香了。肉煎好啦，老公，快来帮我分成小块，分给在座的大家伙，一人一口，尝尝先。这空间一能用来下厨，简直就是满级装备啊！这也太方便了。大家都排好队啊，带碗的赶紧递过来。天哪，原来熟肉能这么好吃，咬下去全是油滋滋的鲜味，这也太嫩了，一点都不老。哇，嫩
那红果子的味道虽然有点辣辣的，可吃完居然觉得浑身暖暖的，真的好神奇。以往我们只为填饱肚子而吃，千夏，你竟然让食物成了享受。这一块小小的肉，简直颠覆了我20多年的认知。千夏，那什么，能再给我一块肉吗？我伴侣还在外面等着，我也想让他尝尝这鲜味儿。不行，这个放了辣椒的肉不能给你的伴侣吃。天夏，这不对吧？刚才好几个勇士多吃一块你都给了，陆明咋就不行呢？陆明，是不是你惹千夏生气了？还是你那个伴侣以前排挤过她？说，不然千夏这么大方的人，怎么会连一块肉都舍不得给？真的没有，我和琪琪今天是第一次见千夏啊，一直都老老实实排队的，我们哪敢招惹她啊？没有。停，快住口！你们别乱想，陆明这小奶狗的委屈模样，我都看不过去了。陆明，你先听我解释。刚才你伴侣站得老远，只是闻到味道就咳嗽成那样，这说明他天生对辣椒反应强烈。我是担心他吃了会生病，所以才拒绝给你肉的。哎呀，陆明，真是对不住，我们这嘴太臭，瞎猜你呢。没事，大家也是因为在乎千夏嘛。我也明白了，千夏你是救我伴侣一命，谢谢你。回去自己试试普通的盐肉煎给他，没关系，只要你想学，这门技术带不走的。我了个天哪！这里的兽人平均颜值怎么高得这么离谱？那个长得好像我以前喜欢的超模脸，这就是女性的天堂吗？你盯着我做什么？我脸上有脏东西吗？看什么呢？是不是手累了？需要我做什么？没事儿，就是想多看你2眼。毕竟我家玄奇最帅了。哎，想什么呢？那些再怎么是天才，也比不上我这位战神级的最帅伴侣啊！那你就多看看，只有你能看。千夏，打扰一下，这个辣椒太迷人了，咱们上哪儿能弄到啊？那我就告诉一下，你们去哪儿摘吧。这是我之前和珊瑚在水岸边发现的，记住，它的果子没熟时是这种翠绿色，完全熟了才是通红。重点看好了，咱们雄性力气大，别胡乱一通乱拽，一定要轻轻地捏着这根净摘果子，留下它的根苗，这样明年咱们全部落就有吃不完的辣椒了，千万别绝了他们的种，懂了吗？煎肉的部分大家学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咱们开始学怎么煮肉汤。珊瑚，先借你那口石果用一下，刚才捡过肉的果还太烫，还没法洗。没问题，银风，赶紧去洞里把咱的锅搬来。明白。大家注意啊，这石锅被火烧了以后，温度高的吓人，千万要小心，尤其是有冰系或水系异能的朋友，控制不好反而更危险。做完饭想降温，火撤了加点水慢慢晾就行，千万别直接用冰系异能，那冷热一激，石锅砰一下就得裂了。哎，我可真是有当老师的天赋，这嘱咐的也太周到了吧。还好没当众喷出去，否则那锅可就毁了。现在开始教大家如何煮肉汤。好，猪肉汤开始。第一步，加水。像这样，我今天用这一大锅，是因为你们人多。平常自己家里煮就按口数来，水别放太满，留点翻滚的余地。记住了。等水开后再加肉，这样汤才清。水稍微多倒点儿，火猛了会蒸发一部分。火候正好，再熬一会儿就能入口。香味已经出来了。你们之前是不是无论怎么煮，这肉都会有一股怪腥味儿？对啊，没错，一直都是那种味儿，熬很久都去不掉。
嘿嘿，有点好笑，就像在教幼儿园的小朋友啊。其实是有驱星绝招的，看，这叫生姜，切成薄片，味道才最足。记住这颜色和纹路，一闻就能辨出来。只要它在锅里先走一步，任何猎物都能去腥添香。试试吧，味道不会错。生姜长得有点特别，可惜我那天只发现一株，没有活株给你们看。不过这里有一块，等会儿你们谁想试试，可以带一点碎块回去。千夏怀着崽，还这么辛苦教你们分东西，咱们部落不能让千夏白忙活，别只顾着嘴上说谢。明天各家自觉送一头猎物过来，不过分，绝对不过分。明天也有送最好的来。千夏最近喜欢吃那种肉质细腻的馍馍馍。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，那我也替仔仔收下了，谢啦。好了，继续教学。生姜要先放进冷水里。好了，该点火了。小火不要太猛。你们看上面的这些浮沫是煮出来的脏东西，用木勺撇干净。等到汤面清澈了，小火慢煮一会儿更香。啊，那不是山边没人要的毛球果吗？捡这个扎手货干啥？又扎又不精。不，它不叫毛球果，它叫板栗，是很好吃的碳水。不是，是非常管饱的美味。切开壳，里头这块黑褐色的果实才是精华。你们记住了，要在这个圆顶画个十字小口再煮。今天我是忙忘了没剥壳，就扔几个带壳的，让你们闻个味儿。平日里用水煮就行。回头我把板栗汤分给在座的姐妹们尝尝，怎样？好啊，光是闻着就要流口水了。先来一碗，小心烫。谢谢千夏。大家都把碗拿过来吧。我想了想，这板栗不多，每个人尝点味道，我来分。这就是我们辛苦练出来的味道吗？好香，像是阳光落进了碗里，真不可思议！一起尝尝吧。天哪，太好吃了！这肉汤竟然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甚至还有点甜。这叫板栗的东西，吃起来糯糯甜甜的。千夏，你也太神了！哎，这才能叫食物啊！跟这一比，我们以前吃的那纯粹只是为了活着。好了，煎肉和肉汤的教程已经都教完了，现在让我的寿夫给你们分一下生姜，你们排队向他领。我要去休息了。你乖乖睡觉，剩下的事由我，什么都不准操心。听到动静也不要动，有事再叫我。这两个小崽子，让你受苦了。排队来领。谢玄机大人。熊山，你会做石锅吗？哈，那就挖个槽磨一磨的事，只要力气大，有什么不会做的？走走走，现在就跟我走，教我做一下石锅。我操！韩川，你不当少啊！都这时候了，我要回家给朵莉做饭的，她还没尝尝我拿的生姜呢。
没工夫废话，你只要把锅碗瓢盆一整套全磨出来，我把上次朵莉看上的那张7阶虎皮直接给你。居然还不心动，我得再想点其他法子。算了，为了朵莉喜欢的东西，我去就回。快点走！快！这要是耽误老子晚上回去做饭，你就完了！真的是那个最瘦小的千夏做出来的，那口石锅也是他指点的。阿父，我不仅看了全过程，我还是过了生肉片的处理。这一锅就是我按它每一个步骤放了生姜出来的效果。您觉得如何？这孩子，我记得就是去年成年礼的时候，个子比人家缩了一圈。没一个雄性求爱，没人选他的那个雌性，对吧？对，他那时身体极其不好，也就是因为他是捡回来的外族孩子，瘦骨如柴的，没过成年礼我也没在意，一直到他的蛇兽夫强行要带他迁户的那天，我才第3次见他。那个时候，他在他的洞里只烤刺刺兽，那场景，我看了一辈子兽人，没见过。你说什么？我听清楚了没？刺刺兽那种扎嘴巴又带钩，还没有肉，只有腥味，吃不准还卡嗓子，卡出人命的，那是有口肉吃的都不会动的下等野物啊！千夏怎么会去吃那个？日王部落虽不能说多么富裕，但我这身为首领的没落下一个人啊！为了不让他饿死，即便规矩在那里挡着，我也特意私自额外分出一部分肉给人给他送过去。可是我竟然没想明白，怎么会轮到要他吃刺刺兽维持性命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让他这么可怜？阿父，看来您派的那个人中间出了大岔子，肉根本就没到过他手里，他是快要饿死了才吃的那东西。他那股坚韧是在快没命的时候被硬生生逼出来的。当初这肉你是安排谁送过去的？最初也就是随便一个刚好顺手的族人帮手，那个受人尊敬的新血脉。虎月，明白了。既然他在中间把给小雌性救命的口粮克扣了，还能做到满面清廉，真是部落里的好兄弟。阿福，这件事不用你分心去扯开面子，交给我去处理。这种事情，阿福不太好出面惩治。我居然睡了这么久吗？昨天太阳落山才睡，我以为醒来该是半夜。要是没有钟表，真是太不方便了，完全没概念是什么时间。今天怎么醒得这么早？睡醒了以后，一定要用清香木的树枝清洁口腔，然后用水洗个脸，然后就可以吃东西了。可能昨天睡得早吧，所以今天醒得也早。洗好了过来，我给你弄吃的。今天还是吃煎肉吗？玄奇，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睡觉时间越来越长了，而且感觉饭量也大了很多。你怀着崽崽，睡眠多，食量变大都是正常的。那我多久会生崽崽？以前幻想当妈，万万没想到竟然是生3条小蛇。唉，穿越的人生真的不需要逻辑。怀崽崽要2个多月，大概70天左右。等崽崽出生以后，我就要孵蛋了，那也得差不多60天。怎么了？脸色突然这么难看？仙夏，当蛇蛋出生以后，我会进行孵蛋，在那2个月里，我是不能离开蛇蛋的，否则我们的崽子就孵不出来了。
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呢。仔仔生出来以后，你就好好孵蛋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呢。仔仔生出来以后，你就好好孵蛋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天下，我说不能离开蛇蛋，就意味着我没法照顾你，也不能出去捕猎。你需要再找一个兽夫，甚至更多。千夏，我没法在这里守着你，又让你挨饿。我能照顾自己的，到时候你专心孵蛋就好了。找老公不，找兽夫这种事不用吧？怎么样？怎么照顾自己？我不在时，你都拿刺刺兽充饥了。我要是不能打猎，你还打算继续吃那些东西吗？刺刺兽，真是生动的叫法。其实那就是鱼。千夏，听我说，现在还是春季，不缺食物，但接下来会有炎季、雨季，还有最可怕的寒季。寒季我会进行冬眠，那也是野兽最难寻找的时候。如果你只有我一个伴侣，我真的怕你活不过寒季。何况，我们现在还有了仔仔，所以我的建议是，你需要再找一个强大的伴侣。你这小胳膊小腿的，寒季上哪找吃的去？有了伴侣，我才能安心去孵蛋。寒季没有吃的，我这弱不禁风的身材肯定看不过去。是了，我以前看的小说里都会说到，到了后面那几个季节，食物都很不容易找，所以现在不是固执己见的时候。我知道了，你说的这些情况，确实需要长远考虑。我会再去找一个合适的兽夫。千夏，你醒了吗？千夏，这是谁在喊我？我出去看看。你在这等着我。好。你不是那个……我也没想到，你竟然不记得我了，还没自我介绍过。我叫韩川，求长石山是我的阿福。我好像对你没什么印象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七阶兽人，酋长之子，长得也还可以。还行，虽然比不上我，但是也还不错。我来是想了解一些事情，我能坐下说吗？这事邓真不错，以后我有空也去造几个。言归正传，我想问问，以前部落里每天给你送肉，你拿到了多少？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看到我如今有兽夫了，想要把你们之前给我的食物再要回去吗？如果你是来讨债的，那你找错地方了。你现在就可以走了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绝不是要把肉拿走。我们去里面的食屋里坐着说吧，是关于食物的划分问题。昨天我用你教的给我阿父阿母做了锅肉汤。他本来不知道是你想出来的这种吃法，可当我告诉他时，他很长时间都没说话。他说，他觉得很愧疚。愧疚？为了什么？阿福说他失职，他不知道你过得如此艰难，竟然要靠吃这种被扎烂的鱼刺过日子。可是，阿福每次下锅给你的肉分量是很足的，足够雌性吃到撑。所以我就想知道，东西到底被谁私藏了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。原来如此。刚来部落的时候，部落里送来的肉确实挺大，完全足够我一个人吃。可是从第3天开始，肉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尤其是成年礼之后，甚至连吃一顿都包不了。我如果不去到处找食，恐怕早就饿死了。虎月那个混账，平时看着老实，竟敢克扣部落分配给弱势雌性的食物。要是让你因为断食死在部落角落，根本没人会发现。我们要改革，狮王部落其实属于混合型，每个人只顾好自己的小家庭。虽然位置好，食物多，但也看人品管理。
既然大家都只顾自己的家庭，那老弱病残，还有那些没有伴侣的雄性呢？没猎物了，他们要怎么活？族人不会真正放任他们，我们以小群结伴，但在危难时总会有人分享。部落有规矩，养大的崽子必须赡养双亲，意思是等兽夫老了，还能依靠孩子们。等他们不能再狩猎时，长大的崽子会送回猎物，让他们安稳过日子，这是部落的承诺。这和现代的社会养老金模式，还有子女反哺好像啊。看来这世界也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么野蛮。那既然你说养老是自家事，我之前没加入部落时，部落白送我的肉，是哪儿拨出来的款？韩川，你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直说吧。我想说的是，那些之前部落送来的肉，其实是我阿父自己的食物。他是从他自己的那份口粮里分出一大块给你的。那我特地来问清楚，就是想知道最后到底有多少肉送到了你手里。既然现在我明白了是中间出了问题，那我想解释清楚，部落并没有因为你还没找到伴侣，没真正加入，就不给你食物吃。请你不要误会部落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谢谢酋长的一番好意，这份心我记下了。不过我还真有个不解的地方，想问问。你说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金狮兽人当伴侣，才算正式加入部落？我来这里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这生活的时间长度，还换不来一个部落成员的身份吗？这生活的时间长度，还换不来一个部落成员的身份吗？如果你是雄性，当然没有这种问题。但雌性不一样，雌性稀少又珍贵，无论去哪个部落，都是宝贵的财富。以前我们并不是这个规矩，曾有个外来的雌性，他没找兽夫，独自在部落生活，大家都拿他当自家人看，所有的食物开销都由大家分着出。直到后来，他看中了一个狼人部落的雄性，要跟着对方走。在兽市，部落养大的雌性去其他地方生活，对方部落是需要送一笔物资作为感谢和感恩礼啊。然后呢？发生了什么？可那个雌性直接走了，甚至还扔下一句：“又不是你们部落的雌性，凭什么给你们物资？”就从那时起，部落定下了现在的规矩。不对啊，你刚才说部落是各自管各自的家庭，不交税不交粮，那他没受夫的时候，又是谁供他吃饭？你可别跟我说是那些雄性向他求爱，然后给他送吃食，然后被你们归类为部落提供的。当然不会，追求者的是好事他们个人的事，送什么都不计入部落公账。这是说来话长，当时他来到部落门口哭诉想求生存，那时候狮王部落缺雌性，自然是热心接纳的。一开始单身雄性都赶着去讨好，把他当准伴侣伺候，可他光拿东西，却一副瞧不上人的模样。慢慢的，大家也心冷了，没人再愿意追求他。最后，他没饭吃了，就去找我阿父哭。他说，是因为护送他来这里的真命天子死在了路上，他还没换过来，得再等等。我阿父听信了他，帮他向其他单身雄性说话。可惜大家伙不傻，依旧没人理。我阿父只能每日从他自己的口粮里运一份给他。阿父如此好心肠，就分了一天又一天的口粮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我们只是要2头猎物做谢礼，他却骂得如此恶毒。每每想起这女人的行径，我依旧气不过。好家伙，老酋长居然真的是个被忽悠的慈善家啊！原来在那段我没人追的日子里，他也是这么省吃俭用地给我送保障房口粮粮啊！看来是我之前误会深了。行吧，我理解部落为什么要防备外来雌性了。不过既然说到这儿，我还有一事好奇。既然猎人都是各自狩猎，为什么还要整一个采摘队呢？采摘的东西也要平分吗？哦，那个，与其说是干活，倒不如说是专门组织给雌性和幼崽放疯疯玩耍的活动。也就是
随便摘点水果杂物，回来自个儿乐呵乐呵，象征性平分一下。再部落，雌性绝不能独自出城，至少要带一名兽夫跟着。可有时候雌性们想聚在一起，带着崽子出去见识森林，就会向酋长申请。我们会统一调拨人手组建护卫，这就是采摘队。或许你会想，大家都有伴侣，自家雄性跟着就行了，何必如此刻意排场？哎，你怎么猜出我想法的？森林里可不只有我们要守规矩，有些邪恶部落会潜伏四周，各家雄性实力高低不一。如果是对方偷袭，分散的人手会被杀幼崽，抢雌性。统筹管理，由阿父指派族内最强的一批人压阵，那是为了保大家的命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是我愚昧了。这以后啊，我还是少发表那种现代式建议吧。兽氏有兽氏的智慧，入乡随俗才是最稳妥的。你们聊了这么久，该吃东西了吧？好香。你先坐。我要去给你烤肉。这就吃，这就吃。光顾着跟韩川聊八卦了，竟然完全没发现蛇蛇已经把肉煎好了。人注意力一集中，真容易忽视身边啊。谢谢我最好的蛇蛇啦。不客气，这是我身为兽夫应该做的。奇怪，怎么总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呢？那个，这么早打扰了，我已经了解情况了，一旦有结果，我会再通知你一声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韩川，哎呀，怎么走的也太快了？尤其是在成年礼之后，给我的肉缩的连塞牙缝都不够，只是在吊着我这一口气没绝种。可是剩下的肉呢？被谁贪走了？从韩川的话来看，部落当初分配给原主的肉量本来是足够的，可是按照原主的记忆，自从那个寒冬第3天开始，送肉的频率就变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抓到那个贪污公款、贪掉救命粮的人，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可是现在的我，连他是谁都还找不到，不甘心。可是我能怎么做呢？那个真正的千夏已经死在那个冷飕飕的早上了，没人知道。大家都觉得我现在的虚弱是常态，这种代价根本就不对等，顶多一个记过。可是一个鲜活的生命，怎么了？你就这么看上那个韩川了？刚走，就一副失魂落魄、丢了魂儿的样子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让他做伴侣，我现在就出去给你抢回来。真的吗？原来伴侣还能用抢的呀！你竟然真的想让他抢回来？微微，这怎么还不高兴了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要抢吗？既然你要送，我就欣然同意呀。你生什么气呀，蛇蛇？我没生气，我不该说那种话。可是你竟然点头了，你就不能骗骗我吗？逗你玩的，笨蛇蛇！我哪里看得上什么韩川？他那种冷硬性格，哪有你这种小娇蛇好玩？我刚才在想的是，若是韩川找到了偷我肉的人，要怎么罚？这种姿势，如果你不满意部落的规矩，告诉你那是谁，哪怕是你部落里最高等级的兽人，我可以替你直接杀掉他。我也想要那种代价，可是我不敢。可是原主又真的太委屈，该怎么选？到底怎么做才对？不想了，头疼。蛇蛇，我好困，我想休息一下。睡吧，我就在火堆边守着，这儿很安全。有什么事，你只要喊一声就行。你是千夏，对吗？
他长得和我一样的脸，却那么青涩，眼神干净，像我上一是15、16岁时的样子。差点忘了，这具身体也只是刚成年，和那时的我差不多。你是来见我的吗？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我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热闹且繁华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有着上下5000年的文明。我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小透明，每天努力工作养活自己。有一天我刚结束了我的工作，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撞死了，真挺疼的。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就来到了这个世界，并且成为了你。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我就没再想过回去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去，我是个孤儿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后来得到了好心人的一路资助，得以完成学业。毕业后，我进了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，很辛苦，但是也很充实。谁曾想命运跟我开了这么一个玩笑，年纪轻轻的就被车撞死，一觉醒来就到了异世界里。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有。他愿意跟我说话了，你想跟我说什么呢？我来自北大陆，是兔兽一族。北大陆的寒季非常的漫长，于是我们一家决定搬迁到更适时居住的南大陆。我的家里一共11个人，趁着刚开春的时候，我们便动身前往南大陆。我们走了1个多月，就来到了南大陆的边缘处。然而，有一些流浪的坏兽，他们就生活在这边缘之地，看到我们的到来，便生了坏心思。我们表示愿意把所有物资都给他们，只求他们放过自己。他们答应了。后来，当我们刚走进了南大陆没多远，这群坏兽就冲上来对我们动了手。他们想抢夺我的阿姆，把他带回去生育后代。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兽人的繁衍力是很强的，因为我们有2个子宫，2个子宫还能同时孕育。这些坏兽是看到了阿父们身上的印记，知道我阿姆是兔兽人，所以变起了坏心思。阿父们奋力抵抗，阿娘则带着我们逃跑。最后逃跑的过程中，我和家人们分散了。至于走了多远多久，我也不知道。最后我晕倒了，然后被狮王部落的兽人捡回了部落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能替我寻找我的亲人。最后我晕倒了，然后被狮王部落的兽人捡回了部落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能替我寻找我的亲人。但我阿姆若是还活着，我阿父们若是没死，一定会去找他的。兽印可以感应到。兽印？你是说这个印记吗？啊！你结旅了？结旅了。伴侣是一条9阶的蛇兽人，我现在还怀了3个崽崽。9阶兽人的伴侣还有了崽崽？为什么你这么瘦还找到了兽夫？你现在的样子和当初的我并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个说来话长，我白捡的伴侣，我也很萌。我离开之前，也曾试着去接触那些单身的雄性，可是他们纷纷避开我。即便是我说自己繁衍力不低，却依旧没有人相信。也是我那个身板像一副骨架的样子。但我是饿瘦的，只要吃饱养一段时间，我就能胖回来了。这种感觉真奇妙，就像是灵魂对话一样。不过，既然我有你的记忆，为什么很多事情我还是理不清楚呢？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我脑子里模糊得很。是自然的，你所继承的仅仅是我临死前那一小段时间的记忆碎片。就像走马观花，你当然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真意。你想了解这个世界，我会慢慢说给你听。先说说你心口的江兽印浆啊。结成伴侣，要在交配后寻找巫医进行刻印，印记出现的位置因人而异。成功后，你们就是彼此唯一的灵魂纽带。如果有了兽印，是不是能感觉到它在哪儿？何止位置？通过兽印，你能感知到对方的状态。他若是受伤了，你的心会跳得不正常。那能离婚吗？不对，
我的意思是能解除这段契约吗？那能离婚吗？哦，不对，我的意思是能解除这段契约吗？有2种办法。第一种，请巫师举行分离仪式，仪式成功后，大家各自安好。那第2种呢？另外一种方式就比较残忍了，雌性直接化掉身上的兽印。那一刻羁绊会断开，雄性会遭受严重反应，不仅极其痛苦，力量等级也会明显下降。这也太狠了吧！减半之后，他们在兽世还怎么生存？是的，被化掉兽印的雄性会被所有人唾弃，被部落放逐，成为见不得光的流浪兽。所以在兽世，不到万不得已，雌性们一般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伴侣的，都是极其少数的情况。哎，如果仇家或者别人强行划破雌性身上的印记呢？那伴侣岂不是白白受牵连？兽印是刻进雌性血脉里的，只有雌性本人的意识和动作能影响它。若随便一划就能弄掉，那雌性走路摔个跤划破皮，伴侣岂不是原地暴毙？你觉得兽神和雌神有这么傻吗？也对哈，我想太多了。果然，这里的规则比我想象中要完善。兽印不只是枷锁，更是恩赐。雄性能因此体质增强，修炼更快，而雌性能通过雄性的力量滋养身体，还会美容养颜。雌性的兽印越多，得到的滋养也就越多。我去，还有这种福利！强身健体加天然美容套餐，这就要从我们的祖先说起了。那时也兽人比兽人多，雄性没有异能，捕猎只能肉搏，饥饿和死亡如影随形。食物短缺让雌性体弱多病，分娩更是鬼门关。那时兽人几乎要灭绝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兽神降下了赐福，让雄性觉醒了各种异能。天光划过天际，雄性们开始施展风、火等各种异能，局势逆转。随后，慈爱的雌神按照他和兽神的爱慕模样，赐予了兽印与规则。他在兽人们里严格筛选出了2个兽人，一个是巫师，一个是巫医。千百年传承至今，有的雌性天生觉醒强大天赋，他们会被指定为巫师继承人，从小悉心培养，为了代代守护这个世界。所以现在的部落里，巫师和巫医的地位才这么崇高，因为这都是神的选择。原来，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是因为爱才建立起这些温暖的纽带。至于美容养颜，是因为雌神她爱美，所以她把这个也加到了兽印里。果然，所有女性都一样，不论哪个世界，爱美都是天性。从早上吃完饭睡到现在，已经睡了整整1天了，怎么还不醒？虽然知道怀了崽崽会容易困，可连饭都不吃就这么睡。夏夏，夏夏，醒醒，我们吃点东西再睡好吗？以前在现代社会，总觉得自己这些理论是天方夜谭，没想到这里的世界真的自有运行体系，连兽印都有这种玄机。是啊，万物都是相生相克。既然你选择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，知道这些对你都是好处。等一下，你有没有听到好像有人在喊我？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你该回去了，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了。很久了吗？反正是在梦里，没什么时间概念吗？我死了以后觉得轻飘飘的，被太阳晒着居然还有点暖，不像活着时那么冷。云朵后面显现出一个宏大且伟岸的身躯，逆光而立，身形如狮又如虎。您是兽神大人吗？是的，孩子，万物皆有定数。虽然我也为你当初的遭遇难过，但作为神，我不能直接插手命运。那天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占据了我的身体，我向兽神求了一个心愿，希望能见你一面。只是有些遗憾，我刚才怎么就没想到问问阿父阿母的近况？哎，光顾着看你了。以后如果有机会，
我也很想为你去寻亲。谢谢你。我到死都没得到过一个雄性的真心追求，可你现在居然有了一个9阶强者的伴侣，还怀了3个崽崽。不得不说，你比我聪明得多，也强大得多。你说过，你我不仅容貌相似，连名字也一模一样，对吧？是啊，特别巧。初到这里知道这件事时，我都觉得我是你的前世。你是哪个季节出生的呢？我是8月份，也就是雨季。被扔在孤儿院门口那天，还是院长妈妈捡的我。我是春季。那么，我能不能有幸听到你叫我一句姐姐呢？姐姐。最后，谢谢你，千夏，好好活着。千夏，你听得到吗？千夏，醒醒！千夏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一脸着急的样子？睡了很长时间，从早上吃了东西之后你就一直在睡，现在太阳都下山了，你还没醒，我很担心，叫了很久你才醒过来。原来玄奇在叫我，那么说，那真的不是梦，我刚才见到的是真实的兽人千夏。你在想什么？这一切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都是真的。肚子饿不饿？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吃什么都行，是有点饿了，你看着来吧。好，那还是给你煎肉吃。这寒气还是稍微重了些，肉质被冻上了。倒是迎风那个缝纫更锋利，切面应该会更整齐点。先划开吧。他似乎是特意赶在那之前，跨越位面来和我见这一面的，寻找在这世上的亲人。放心，姐姐，我一定替你办到。玄奇，今天珊瑚有来找过我吗？你刚睡下没多久，他就来了。我见你睡得太沉，没让他打扰。他之后便先离开了，现在估摸着在家里不安生。嘿，千夏，你可算醒了啊！刚刚才睡够，是珊瑚让你来刺探敌情的吧？不好意思啊，珊瑚听玄奇说你睡一天了，在家里总觉得哪儿都不对，饭都不吃了，硬逼我过来确认下情况。小千夏，你终于睁眼了，我都快急死了！真是太想你了，我感觉一天没见，就像过了一个雨季一样。珊瑚，我好高兴。真抱歉，珊瑚，今天睡得太久了，那玄奇这脸色都被吓到了。怀了崽崽的雌性睡眠多很正常，但是像你这样不吃不喝不省人事的，哪怕是我这个兽王也没遇到过。对不起啊，以后保证准时吃饭。没什么大碍，既然醒了，就快准备吃饭吧。千夏，你今天没在，你都不知道。昨天说的，今天大家都扛着一头哞哞牛来，雌性们拿了水果、兽皮什么的，都堆满了洞口。那些不知情的兽人纷纷围观，真的太感谢大家的心意了。对了，那个珊瑚，今天我在睡觉时，总在想从前的一些事。千夏，我这样问呢，那天在后山看见你捕捞刺刺兽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我后来听说你那段日子总是一个人在山边吃那个毒物，还不肯答应跟我去狮王部落蹭饭，真是担心死我了。哎呀，大家干嘛这种表情？其实我也不是没办法才吃的，我是因为知道它美味，尤其是做成鱼汤那个白仙杆，那儿的刺刺兽，当初都要被我一个人吃完了。刺刺兽是能吃的吗？我们部落里都没有人吃刺刺兽，一个不小心还会吃死了。你明明就没有东西吃了，我都邀请你了，为什么不来跟我一起吃饭？真的很好吃。我说明天咱们不去捕牛，去后山啄刺刺兽。晚上回来，我教你们怎么变成传说中的无上美食。大家到时候谁也别跟我客气。你们是觉得刺刺兽不好吃，还是觉得压根就不能吃呀？哎呀，也不是啦，你说能吃那肯定能吃，就是我有点想不出来刺刺兽怎么个好吃法。放心吧，明天咱们抓几条又肥又大的回来煮汤。保管你先掉眉毛。练了那么多次，这次应该正好了。千夏，
快尝尝，看看今天的手艺怎么样。天哪，这也太好吃了！玄奇，你的手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明明我没说过喜欢吃嫩一点的肉，他竟然观察到了。以前在孤儿院，院长妈妈对所有人一视同仁，我很少觉得自己是独特的。可在寿室，这里有真心的朋友，有视我如命的伴侣，这样挺好的。没有房贷，没有加班费的诱惑，吃饱穿暖就是满格的幸福。听你这么说，我也放心了。我也想吃了，看着这卖相我就流口水。我也能尝一点点不？给，来珊瑚，你快吃，我伴侣煎的肉超级绝，这还有好多呢。迎风，你把我空间里的牛肉都分割成小块的，之后方便我给我伴侣做饭吃。不是，怎么说你都是个9阶兽人，这种小事对你而言不是轻而易举的吗？力量太强了，我最低力量的火刃会把切割那面肉直接变熟，冰刃会把肉冻住，我还得解冻，麻烦。千夏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突然觉得这2个臭雄性干活的时候还挺英气勃勃的，尤其是那个面瘫，这种姿势挺带感呀。确实啊，这叫认真工作的男人最帅。既然这么喜欢，不如给迎风生个小崽崽，以后就有迷你迎风天天在屋里晃悠了。看着那缩小的版本，不是更有魅力？嘿嘿，这个好，这个可以有。那个迎风，今天不许干了，晚上你直接回我卧室陪我睡觉。我觉得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。既然我的雌性都开口了，那我绝对不敢怠慢。今儿活就算收尾了。你说白天这一睡到刚才，这一大晚上的我也睡不着了，多难熬啊！我是不是成了部落里的那个大咸鱼啦？就你现在怀崽崽的反应，不到1个钟头，不管你有多大劲，你还是马上会困的。哦，那好吧。快，我们回家睡会儿。不是轮到我了吗？你答应今晚只陪我的，还害我采了那种味道清新的花回来铺地垫，你偏心我！不是的，奎子，你听我说，那个，我今天也是事出有因，银凤今天切肉的动作真的是牛逼坏了，就是那种帅爆了。算了，你们2个别掐，干脆点，你们2个都一起上塔陪我吧。哎呀，没地儿挤，我就挨着你俩脖子凑合，别这么哀怨看我了。玄奇，你以前说过，到了60天，你就能感应到崽崽是雄性还是雌性了，对吗？那我猜，应该都是熊崽崽吧。在我们玄王蛇一族，我几乎没听说过有雌性幼崽出生的。那万一是雌性呢？以前没见过，又不代表这一胎没有。如果是雌崽崽，那我一定会用生命保护好它，绝不让它受一点伤害。我玄奇的女儿，配得上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真看不出来啊，你竟然还是个潜藏的女儿奴。那要是熊崽来呢？你打算也这样宠着吗？熊崽崽出生后直接丢出去，让他们去野外独立生活。你说什么？玄奇，你要是敢把我的儿子丢出去不管，我就连你这个老公都不要了。你不想要我，那你一个人怎么生存下去？如果你实在舍不得，把他们留在身边多养一段时日也行。毕竟我养得起。这根本不是养不养得起的问题。你刚才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丢出去？那是我们的孩子。夏夏，别生气。在我的血脉传承里，蛇族雌性向来稀缺。我阿父就是在我刚出生时直接丢我出去的。我的9阶力量是在厮杀和生死之间拼出来的。天赋很重要，可努力也很重要。弱小的雄性不配活着，这是兽世的规则铁律。不止我这一族，
在整个兽氏，弱小的雄性不配活着。若是不能在幼时跟着父辈学会捕猎和战斗，以后拿什么去吸引雌性孑侣？拿什么去养活自己的伴侣和幼崽？对不起，我是有点情绪过激了，对不起，玄奇。在这里，实力真的是唯一的入场券。想当初，我差点饿死在森林里，只能战战兢兢地摘几个认识的野果，或者是花大半天时间，才能小心翼翼地捉几条你们看不上的刺刺兽来充饥。夏夏，以后不会了。我是九阶兽人，这个世上没几个人是我的对手。只要你开心，熊仔也可以永远养在身边。我来护着你们母子。玄奇，哪怕我只是个手无寸铁、性格甚至有些奇怪的雌性，你也愿意违背这世间的生存法则，一直宠着我、爱护我，永远对我忠心吗？这是理所应当。你是我的命，契约已结，这点永远不需要怀疑。可是，这真的不草率吗？我们根本没有相处的感情基础，是因为那个意外发生，你才被迫跟我结侣。要是你一开始见的不是我，也会如此吗？夏夏，你是因为怀了崽崽才变得这么心神不安？难道以为我当初只是单纯捡了你？其实从我在野外遇到你的第一秒开始，你就已经只能是我的雌性了。我知道你当时捡到了我，对不起，其实我当时心知肚明，可我还是偷偷跑掉了。夏夏，其实捡到你的那刻，我从未想过要强迫你成为我的伴侣，只是单纯想救你的命。后来的那个意外，你走了，我想你是厌恶我了。那时看你那么瘦弱，也没别的伴侣照顾。可既然你执意离开，即便我们交派过，我也不想再去打扰你。没节气，只要我不提，这事就不会影响你的清白。那后来呢？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回来找我了？因为我感受到了。那天突然察觉你有崽崽了。说实话，那一刻我非常震惊，血脉深处竟然有整整3股跳动的气息。原来那天你是这种反应啊！是，你为什么会说那是害怕？你忘了我之前说的吗？玄王蛇的力量极其霸道，那些还没出生的崽子需要巨大的能量补给，这些能量只能从母体吃掉的食物里转化。若是跟不上，他们就会榨干母体。你一个人要怎么在危险的森林里养活3个吞噬你生命能量的孩子？我吓坏了，顾不得别的，疯狂打猎找寻。我真的担心你会死。夏夏，是不是觉得我们没时间磨合相处，不互相了解，是因为有了孩子才不得不娶你？所以你害怕我并没有真正的爱你，对吗？其实那时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只知道保护你、守着你是天大的事。你是唯一走进过我的雌性。我知道，当时你在巫医那儿晕倒了，刻印这事是我自作主张，没等你能答应。我也想好了，你要是真的嫌弃我，不要我了，等你安全把崽崽生出来，我就找大巫举行秘术，废掉契约，放你自由。只要能看你平平安安就好。他在想什么啊？他是那个高岭的蛇王，却在我面前这样的小心翼翼。明明他知道我喜欢吃的口味，也知道我不喜欢的猎物，他观察了我这么久。这种绝顶的高富帅老公，有房有实力，温柔到骨子里，还要把半条命都交到我手上。如果这还不算爱，我到底在做什么呀？夏夏，我既然跟你结契，便是以此生作为赌注守护你。你若不悦，我也难受；你若命运，我定不会苟活。难道这些话真的不能让你安心一些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玄奇，是我之前怀孕了，情绪容易乱想。你别难过，我们可以先婚后爱的呀。我能感应到你对我好，哪怕你真是因为崽崽也没关系。不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先婚后爱，好，
我会留着你的，守到你满意的那个瞬间。谢谢你，玄启。放心吧，千夏，我会视你如命，陪你相守到老。我要不要告诉他，我是穿越过来的呢？如果我继续以原始兽人的方式活下去，那这些石椁碗具，还有我能认出的植物，根本无法解释。兽人们貌似尝鲜，而我却凭空知道什么能吃，什么有用。要是有一天他们怀疑我怎么办？玄奇游历广，见识多，更不可能骗得过他。我必须要说出来。玄奇，我想问你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你是不是都会站在我这一边？这是当然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的决定永远只有这一条。我要跟你说件事，这件事听起来可能非常不可思议，甚至你会觉得有些毛骨悚然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等我说完了直接告诉我好吗？你说，我听着呢。玄奇，其实我不是真正的千夏，我是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穿越而来的异界灵魂。我的意思是，在你捡到这个身体之前，真正的千夏可能已经因为过度虚弱，或者是别的原因去世了。正好我也在另一个世界死掉了，魂魄落在这具身体里复生，明白了吗？原本那个千夏早就消失了，现在的我是另外一个灵魂，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。就是说，之前的那个兽人死透了，你钻进去活过来了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是这样的，没错。那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不觉得奇怪，不觉得可怕吗？哦，那然后呢？你想说的只有这个？你疯了！我说我是异界游魂，我夺了别人的身体，你是九阶蛇王啊！你不该审视我一下吗？不想看看我这种怪物的来路吗？夏夏，你说的这些我听着是很惊奇，但这很重要吗？和我生活的是你，和我在一起的人是你，在梦里跟我说话的是你，在这身体里重新活过来的也是你。我认定的伴侣仅仅是你这个人本身，原本身里的那个兽人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他在没在又怎样呢？只要眼前的这个你是实实在在被我抱着的，这就够了。原来，真正的爱不是这具皮囊，玄奇，你是真心的。原来，真正的爱不是这具皮囊，玄奇，你是真心的。夏夏，怎么哭了？我是哪里说错了？还是那个意识魂魄哪里不对劲了？你别哭，别哭了，我改。我想着，我也不是爱哭的人，怎么一哭起来就收不住了？原本只是觉得他太好了，可那情绪一旦绝了敌，就根本拦不住。玄奇，你真的一点也不介意吗？我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来自于另一个世界，我这具身体原本的灵魂可能不是我，你听了不觉得害怕？我介意什么？介意你不是原来那个身体的主人。夏夏，你好像一直都搞错了一件事。你自己说，你是穿越过来了以后才被我捡到的，对吗？那不就是了。从始至终，我玄奇认识的只是你。从一开始相遇的是你，在山洞吃烤肉的是你，救我的也是你。原本那个千夏早就不在了，我只要你。既然我喜欢的本来就是这个灵魂，我介意什么？对啊，我和玄奇有交集的时候已经是现在的我了，那时候原本的他已经离去了，并不是我中途取代了谁的伴侣关系。原来我一直在庸人自扰。你说我为什么不害怕？
哈哈哈哈哈哈！夏夏，你也太小看九阶兽人了。这片大陆上能跟我玄奇动手的数都数不出来。你这么个瘦弱的风一吹就倒的雌性，就算你是穿越过来的，你能对我做什么呢？嗯？你这脑瓜子里装的是什么？简直太可爱了！完了，难不成真的是一孕傻3年？我也觉得平时自己挺聪明的呀，怎么偏偏在这种事上钻牛角尖？其实夏夏，当你开始教部落的人做石锅，带大家烧陶弄玩具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感觉到你真的很特别，跟以前的你有很大的不同。怎么个不一样法？我游历过很多地方，包括各种超级部落。有些部落知道把事物弄熟，但也仅仅是弄熟，甚至比我最初丢给你的那块还要糟糕。至于石锅，这些形状规整的碗，还有辣椒、生姜这些被你发现用处的植物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过。果然瞒不住他。目前的兽人们还没顾得上深思，可只要有个带头的跳出来质疑这些知识的来源，我真的会被当成异端烧死吗？那该怎么办啊？要不以后要是有人问起，我就说我有自然之力异能，反正我有这些知识，听起来也很玄学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夏夏，你不知道雌性觉醒自然之力异能意味着什么？一旦消息传开，不出半个月，这整片森林会被超级部落的抢夺者围满。哪怕是我，也不可能在这种混战中保证你100%不被夺走。觉醒自然之力的雌性，会立刻被强绳带去那些顶级的超级大部落，接受高级巫师的终身培养，一辈子被困在那里接替位置。重点是，如果你始终无法展示出真正的，而非这种超前的头脑所制造的自然之力，一旦穿帮，你就会被定义为亵渎神明的有罪之首。我这些年到处漂流，见过唯一一个拥有自然之力异能的活生生的奇迹。在远方，有个以那个雌性命名的图雅部落。图雅觉醒异能后，能跟所有植物共鸣，能治愈重伤的雄性，能在历劫时吸取大地的能量。由于他寻找到了充足的食物，雄性的力量迅速突破，连部落的名字都为他而改。夜晚，一个散发着圣洁金光的雌性轮廓链在图雅的睡梦中。在那场梦里，雌神认可了他，梦中传达了关于迁徙的紧急警告，因为毁灭级的灾难就要降临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那之后他甚至领悟了传说中消失的禁术刻印，那就是我们如今节旅印记的由来。千军万马的迁徙景象，兽人们背着仅存的食物，在那道金光路径的引导下，长途跋涉来到辽阔的大海边。一座壮阔雄浑的海边石堡建筑群在大海之滨建立起来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。这太神奇了，那就是真正的自然之力。相比下，我的确只是掌握了点皮毛技巧罢了。所以，夏夏，这种身份咱们万万碰不得。以后关于你的来历，关于你会的东西，咱们得换一种说辞。我也绝对会守口如瓶，保护好你所有的秘密。怎么我想出来的方案就这么不可行呢？明明我知道板栗、辣椒，甚至连水稻都会种。唉，我也太想当然了。这到底不是在21世纪，我毕竟不是本地兽，这里的规矩比我想的复杂多了。穿越都让我碰上了，怎么金手指这种好东西就没给我？给我来个系统多好啊！奇怪，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？好像是第2次听到了。可是这片世界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的存在？夏夏，你刚才说什么？
没说什么。天色已经很晚了，别想了，快躺下休息。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双开门身材，这个怀抱真的是安全感拉满啊！玄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等崽崽们出生了，该给他们取什么名字？我还真没考虑过。你是崽崽阿母，这种事情还是你决定，我听你的。寿氏好像不需要顾及什么父姓母姓。玄奇，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。什么名字？千玄，好听吗？千玄，千玄好听，真是个好名字。夏夏，你真的太会取名了。夏夏，名字的事说定了，但我很好奇，你之前喊我那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哪个？哦，你说老公啊，其实就是伴侣的一种亲昵称呼。在我老家那边，每个人一辈子只能有一个伴侣，除非进行了特定的分离仪式，大家才会去找新的伴侣，是非常忠诚的关系哦。那我不管什么仪式，那你再叫我听听，这几天你都没喊过我那个词了。以前是突然有了伴侣害羞吗，老公？那你再叫我听听，这几天你都没喊过我那个词了。以前是突然有了伴侣害羞吗，老公？再叫一声，老公，老公。夏夏，你先睡，我出去一下。玄奇跑去冲冷水澡了，我本来以为他没有任何想法呢，没想到呀。也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到60天。万一有个女宝宝呢？我是不是还得取个雌性名字预备着？我怀崽崽多少天了？我在这个世界活了多少天了？原来我已经很久没做记录了。从搬来这里开始，我就快把过去彻底弄丢了。我已经想不起原来世界的那些日期和数字了。也许总有一天，我会彻底忘掉以前的世界吧。不行，夏夏肚子里还有崽子，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吓到她。来到狮王部落才10天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，做更好吃的食物，照顾伴侣。难道是昨晚累着了？以往他醒得可早了。说什么呢，夏夏？爷，你怎么醒了？我说话那么小声，都把你吵醒了。你翻个身我就知道了，什么时候醒的我都会醒。那个，昨晚太累了吧？毕竟你还大半夜跑出去。累？不累，只是木桶里没水了，我去补满。我信你个鬼！哎，我懂，我懂。饿了吗？今天带回了有能量的肉，让你试试。能量肉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啊？这是我在迷雾森林猎到的巨羊肉，体内蕴含纯正能量。本来你之前身体太虚弱，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补给，但最近你有了我的兽印滋养，身体底子好多了，这能量直接让崽子吸收，刚好够用。太好了！我也烦死现在这么瘦弱了，我们要赶紧试试。之前还得把食物转化为能量给他们，
如今这能量肉直接就能被小家伙吸饱，剩下的才轮到补你的身子，很快你就能胖回来了。羊肉，哎，那个能不能弄得不膻？张嘴。哇，太好吃了，又嫩又鲜甜，居然一点膻味都没有。好奇怪的感觉，咽下去以后，浑身有点热烘烘的，是能量吗？崽子吸走了？正是，崽子喜欢吃，你也得多吃点儿。千夏，千夏，你在吗？玄奇，你听到有人叫我吗？我出去看看。汉川族长怎么每次来都赶在饭点啊？你找我有事情吗？千夏，我是来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之前答应给你的食物，查清楚了，肉是被一个叫虎月的兽人私自贪下的。继续。那虎月本是个老实的四阶兽人，平日沉默寡言。他给你送肉的时候被齐娜瞧见了，齐娜以为他在追求你，于是齐娜以此诱导，对虎月说：“只要把肉分给他，他就愿意跟他结侣。”虎月一时鬼迷心窍，没挡住吸引，就答应了齐娜的要求。齐娜越来越过分，逼虎月上交更多的肉，最后分到你这儿，就只剩一点残羹。齐娜，怎么又是那个坏雌性？我就先看看他给出的处理办法，若不合我意，正好也能听听玄奇讲道理的本事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让齐娜和虎月当众向你认错，而且齐娜那一家必须承担你生产前这期间所有的食物来源，你觉得如何？夏夏距离生产大概还有30天，这点小肚鸡肠，这家伙故意告诉我是要再说。这点惩罚抵掉的食物，对他根本不叫事。那我要是说我对这个处理结果一点都不满意呢？那千夏，你想怎么办？你尽管提出来。我想要的答案你很清楚，让他们滚。我想要齐娜和虎月2个人都滚出狮王部落。千夏，这恐怕没法照办。齐娜不仅是部落的原住雌性，她家在金狮族中也有势力，把他们赶走容易，可一旦他们去了象族或黑狼部落投奔，若是反咬部落一口，部落就有覆灭之危啊！行，你的理由我听懂了。那我退一步，我要齐娜和虎月2个一路下跪到我的石穴门前，并跪着向我诚心致歉。这个条件没得商量。要是齐娜死鸭子嘴硬不愿意跪，我不介意让我那没什么耐心的伴侣去亲手处理她的伴侣。我懂了，我会督促他们到你面前跪着谢罪。我现在就去安排。他明明知道原来的那个千夏瘦弱的不成样子，也知道没一个雄性喜欢他，更没半点食物来源，那是他的活命肉啊！他还是下手了。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得到宽恕。我不明白，齐娜明明有好几个兽夫，虽然实力比不上珊瑚的雄性，但几个大男人怎么也能养活她一个，为什么偏偏要抢原主的肉？夏夏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如果不满意这种道歉方式，只要你说个准头，我现在就去把他们2个都杀了。我就是不满意，那种坏心眼的家伙，他明知真相却见死不救。玄奇，你知道吗？原主最后不是病死的，是饿疯了。他那是想活着，他只是想填饱肚子。结果那个倒在野外的人，到死都没等来一个发现他不见的族人。我也很想让他长命，可是我现在顶着这副好端端的身体，谁会信我是在报血仇？这种无力感太折磨人了。夏夏，
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，若是另一个世界的他看见了，一定会感激你的。不哭了，听话，肚里的崽崽也正感受着阿母的难过呢。不急，除了杀人，有的是办法让生不如死。就算不能把他赶走，我们可以让他在部落里活得连条流浪兽都不如。千夏，快醒醒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哪个天杀的敢惹我千夏妹子掉眼泪？我说你这蛇兽，平时看着护短，关键时刻让你伴侣委屈成这样，你到底会不会哄雌性？什么悬的？反正你快告诉我怎么回事，别想打哑谜。我就说那天在部落门口，他那副嘴脸是怎么回事？合着这黑心肠烂到底了，气死我了！等着，银风、奎泽、灵川、乐风、竹一都在那杵着干嘛？全部死过来跟我走！老娘今天要带你们去砸烂那个坏雌性的狗洞！开干！快松开我！珊瑚那暴脾气，万一闹出兽命来怎么办？部落会处罚他的。他没那么傻。再说了，我告诉他这些，本就想借他的嘴去解决问题。你算准了他会去闹，什么意思？齐娜出身金狮族本部落，她有些伴侣也是狮族的，在这里有根。如果是外来的，我们去正面死磕，族人潜意识会护短。放心吧。雌性之间的互助在他们眼里很单纯，我会和银风通个气，回头赔偿他们一整头巨牛兽作为感谢。对我来说，你的每一滴泪值得那坏种拿一生来赔。你看着吧，从今天起，他会被所有族人鄙视、唾弃，生不如死，没人会再怜悯他。但珊瑚不仅也是土生土长的净狮族，由他把事实闹的话，人尽皆知，别人就不会说闹我们是欺压。天哪，玄奇！你不去考公务员，不对，你不去管理那些皇宫部落，真是可惜了。这是把社会公益利用到了极致。可是，感觉我有点在算计朋友。放心吧，雌性之间的互助在他们眼里很单纯，我会和银风通个气，回头赔偿他们一整头巨牛兽作为感谢。对我来说，你的每一滴泪值得那坏种拿一生来赔。齐娜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这个黑心烂透了的坏雌性，马上滚出来！那时候的千夏，瘦得像是几百年没吃东西一样。他原本不必过这种苦日子的。明明有酋长的救济肉，他本该慢慢养好身体，甚至被优秀的雄性追求，可他差点被逼死。珊瑚，你发什么疯？大早上的跑到我洞口叫嚷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我发疯？哼，你自己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心里没个准数吗？哼，我这些天连面都没和你见过，我做了什么？有本事你就当面说清楚，在这撒什么泼？银风，你们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带着人打扰我们休息。虽然你等级高，但这在部落里未免也太欺负人了。我们雌性说话哪轮得到？你一个雄性在这里叫唤，滚一边去！听奎泽说，上次你还想对珊瑚动手，看来你是把雄性的规矩都忘光了。既然如此，我觉得很有必要好好教教你什么是真正的规矩。珊瑚，齐娜到底是做了什么缺德，值得你们这么兴师问罪的？大伙儿应该没有不知道千夏的吧？人家不仅找了9阶伴侣，还一下怀了3崽子，甚至无私的教咱做各种吃法，弄新工具。大伙说对不对？那当然，千夏是咱部落的福星啊，大伙儿都知道。那你们可知道，千夏刚来时过的什么日子？那时候咱们没有食物统筹，他是孤身一人，由酋长自己醒出肉来资助。
可本该拿到的一大块肉，拿回洞里却剩不了2口。到最后，他实在饿得没法，大着胆子去河里抓那种没肉扎手的刺刺兽来充饥。酋长不可能给假肉，肉也不可能在路上凭空变少。真相就是，当时负责给千夏送肉的虎月被齐娜勾搭上了。哈！倩拿盯上了那个救命肉。他对虎月说，只要分肉给他吃，他就让虎月当他的受夫。虎月这没脑子的，居然拿部落救济给雌性的命根子肉去做交易。更不要脸的是，这个雌性为了分点肉，在外面就开始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到最后克扣的差点饿死千夏。你们说，这种雌性能留在部落吗？简直太过分了！齐娜，你个下贱皮子，5个受服还不够你吃喝，居然偷别人的活命钱！怪不得那时候千夏总说那是他的恩人，这得受多大委屈才被饿成那样啊！这个虎月也要严惩！虎月真是丢尽了雄性的脸！不是，我没有，你不要乱说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拿的肉？如果没被寒川发现就好了。山虎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齐娜和虎月贪了千夏的肉吗？拿不出来证据，别想污蔑我的伴侣。证据？我就是证据，够不够？我这副身子就是证据。这10天来，即便我有足够的进步，却还是长不了一点肉。如果你想要别的证据，那么我就请酋长和寒川一同来好好唠了。去，把酋长和寒川请来。千夏，对不起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那时候总是捕不到猎物，刚好桃长让我给你送肉，我为了讨好伴侣，偷偷摊下了肉，都是我做的，你想怎么样没有关系。那我想要你死。你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对我的伴侣这么说话？我的天哪，这个男人太帅了，我要疯狂了！你还不去在这儿干什么？想让我送你一程？我过分？当初他虎月拿着我生存所需的食物去讨齐娜欢心的时候，有想过我吃饱肚子吗？你们这些人知道我之前过的什么日子吗？我那时候一直傻傻以为是因为我没有伴侣，所以部落按照规矩才少分我食物。我心怀感恩，想报答部落当初收留我，我不要命的去参加采集队挣吃食。可是结果呢？我饿晕在野外，差点死在那儿。最后是我运气好被玄奇救了，这是我命好。如果碰到的是野兽或者流浪恶兽，我这条命早他妈去见兽神了。这时候你说我过分，是谁先让我没活路的？怎么现在都觉得我过分了？当初虎月拿着我保命的口粮去讨好齐娜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觉得他过分？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。我以前总是吃不饱，险些饿没了。他以前竟受过这种苦吗？他以前竟受过这种苦。天夏，对不起，是我贪心，是我错了。你罚我做什么都行，求你别杀虎月，他是听我的才做傻事的。千夏呀，这事儿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？虎月他们犯的错的确该打，但这寿命关天，既然你也还好端端站在这里，要不就算了吧。说够了吗？他是活着，但这命是我抢回来的，不是你们施舍的。算了，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我还没那么恶毒。跪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起来去想办法筹集食物！今天要不是千夏心软大度，谁都救不了你们2个。珊珊，晚点再去吧。玄奇那眼神你是没看到，凝重的能滴出水。千夏刚刚在那儿大吵一通，肯定也累了。
先给他们点单独的时间。胡言和齐娜简直就是混账，平时知道千夏瘦瘦小小的被欺负，但我压根没想到那会儿她竟然都要饿死了。还好我那个时候带他去找过几次吃的，谢天谢地让他遇上玄奇做了寿夫，不然他要是真死在荒山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都过去了，那是从前，以后啊，他只会一天比一天过得好。真是奇了，你们俩这心眼，一个二个全跑去千夏家了，一个醒了就要找他聊天，一个听到人家寿夫放话请个人就想接上指示，怎么那是先寿下凡了不成？亏则你不懂，千夏不仅心地好，而且脑子聪明，他对我掏心掏肺的大方，又不像齐娜那样装腔作势，谁不喜欢那样的雌性当最好的朋友？哼！什么都不用去想，现在的你只需要安稳的睡一觉。珊瑚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千夏。行，你去忙你的吧，千夏这里有我呢，保证照顾得好好的。照顾千夏，就像照顾最可爱的幼崽一样，我可太乐意了。玄奇，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有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来找我专门向我释放你的兽人魅力的吧？听说你还没有结旅，你提这个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想说让我成为千夏的第二兽夫吧？我有表现的这么明显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想让你成为千夏的第二兽夫。不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认真的？千夏还有30天就要生了，一旦蛇蛋出生，我就得立刻孵化，至少60天不能离开蛇巢半步。那2个月，我没法照顾他。而你是我看好的兽人，但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难不成你有争议的雌性？没有，我没有喜欢的雌性。我想问，今天阿父说完那些话之后，千夏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情绪变得很差？我看你当时很护着他，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等你成了他的伴侣，你自然就会知道了。好好考虑，明天给我答案。其实，他的眼睛确实生得极好看。川儿还没吃吧？正赶巧，一起吃点儿。阿父，阿母，我要结旅了。我这个榆木疙瘩般的崽子，竟然开窍有心仪的雌性了！你说啥？再说一遍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好好说说，你是看上哪个雌性了？居然突然想通了？还有，人家雌性能同意不？我就说他从小就主意大，别的崽子早找好了，他天天满脑子只有什么升阶实力，我一度都以为他不近雌色呢。究竟是哪位奇女子，能让我这绕着雌性走的崽子转性？我要和千夏结旅。啥？阿父、阿母，你们没听错，我的伴侣是千夏。难道是千夏看上你了？这孩子，我记得成年礼上见他，那小身板弱德，简直是瘦得可怜。那倒没有，其实是千夏的那个蛇兽夫主动找到我，问我愿不愿意成为千夏的第二兽夫。我想了想，觉得我可以。打算什么时候举行仪式？得提前给你说声，我和你母阿会帮衬点。那千夏家底薄，玄奇哪怕是高阶也没准备，咱们得准备丰厚的礼物送过去。等会儿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既然是那蛇夫问的你，那千夏本人怎么说？这还要问吗？如果没有千夏的意思，玄奇怎么会来找我说这种事？滚你个木头脑袋！你到底是跟那蛇夫过日子，还是跟千夏过日子？那话要是人家自个儿说的呢？现在立刻马上去当面问清楚千夏，当初你爹追我可没你这么费劲。怎么总觉得见到他会有些手心出汗呢？那个千夏在吗？我想找他谈谈。找千夏？他刚已经睡下了。你是第一勇士，找他肯定有大事吧？要不你明天再来？好吧，明天见。
醒啦，你是真的能睡，看把你家玄奇吓的。喏，趁热把这肉汤喝了。最近确实比较烦。哦，对了，昨晚半夜韩川那木头来找过你，我说你刚睡下，把他给挡回去了。他来找我干什么？还深更半夜的。